欢迎关注 Agent 创世纪。今天分享由阿尔托大学与赫尔辛基大学等机构带来的颠覆性成果。研究团队提出了一种名为因果自回归缓冲区的全新架构，该技术能让 AI 预测速度提升整整20倍。通过页面展示的这种缓冲区门机制，模型可在零精度损失的前提下实现极速联合概率推断。这一突破彻底解决了 Transformer 在进行多步推理时面临的算力瓶颈问题。该架构展现出显著的性能飞跃。相较于传统自回归方案，其联合采样与密度评估速度提升了20倍。它在大幅提速的同时，还将显存峰值占用降低了7倍。最重要的是，其预测精度与全量重计算方法完美对齐，实现了近乎100%的保真度。为了理解性能飞跃，先看 Transformer 概率模型的基准机制。模型在接收上下文数据后，仅通过一次前向传递就能提炼规律，并对多个新目标实现高效的并行预测。这套系统急速运转的核心前提是，所有预测目标之间必须保持互不相干。当独立预测变为连续依赖时，标准架构就会遭遇严重的计算瓶颈。例如，在脑电波追踪或表格预测任务中，每一个新预测点都必须依赖之前的预测。在标准自回归模式下，每生成一个点模型就得清空并重新读取全部历史上下文。这种不断扩大的全量重算机制导致了极高的显存开销与无尽的算力浪费。这种算力浪费在数学上表现为极高的计算复杂度。标准自回归的复杂度高达 O(k 乘以(n 加 k) 的平方。随着生成目标 k 的增加，计算量会呈现立方级暴涨，如图中红色曲线所示，显存占用会迅速触及溢出极限。这意味着在处理长序列预测时，这种机制成了真正的算力黑洞。为了化解复杂度爆炸，研究团队提出了因果自回归缓冲区架构。其核心设计是将静态历史与动态生成彻底解耦模型，将已知上下文存入只读的冷数据缓存，而新增目标则在缓冲区中增量生长。这种交互逻辑严格禁止数据写回原始缓存，有效消除了无效的重复编码。即便缓冲区为空，该架构也能无缝回退到标准的独立预测模式。两种架构在计算机制上有本质区别。传统自回归每次前向传播都要对所有上下文和已生成目标进行全量自注意力计算，而因果缓冲区采用固定基时机制，将 KV 状态冻结。新目标通过交叉注意力只关注固定上下文和缓冲区历史，这使得新预测能以 O1 的极速直接追加，彻底抛弃了重在计算。实现完美推断需要遵循4条黄金法则。首先是2-1不变基时，上下文仅编码一次且设为只读。其次是2-2绝对因果律，确保缓冲区数据仅能向后追溯。2-3规定了单向信息流，严禁新数据污染原始上下文。最后通过 2-4确保新目标只查询历史信息，实现目标间的互不干扰。这些法则共同保障了逻辑的严密性与硬件执行的高效。在法则約束下，计算复杂度实现了从指数级向线性与2次维度的坍塌。因果缓冲区的复杂度公式简化为大 O n 的平方加 nk 加 k 的平方。这意味着模型只需进行一次性的上下文编码，后续缓冲区注意力计算变得极为轻量。对比折线图清晰地显示，绿色曲线增长极其平缓，彻底告别了算力黑洞。为了让模型同时掌握单步与多步推理，团队开发了统一训练技术。通过精心设计的 3D 掩码矩阵，模型能在一个前向传播中学习所有复杂关系，且无额外开销。训练采用了独特的课程学习机制，一半目标专注于独立预测，另一半则在随机长度的缓冲区中训练连续预测。这种设计让单一模型在一次训练后就能同时精通快照预测与长程推演。该架构支持高效的自回归批量采样模式。在需要基于同一环境推演多种未来走向时，它只需进行一次昂贵的上下文预加载，随后即可实现无限次的零成本并行复用。相比传统方法需要为每个样本维护庞大的历史库，现在每条预测轨迹仅需维护极其轻量的缓冲区状态，极大地释放了系统压力。另一种关键机制是推理模式 B， 专为联合密度评估设计。在进行贝叶斯模型比较时，模型无需排队等待，通过将缓冲区的因果遮罩巧妙对齐，所有目标能在一次前向传递中并行算出条件概率密度。
这种一步到位的处理方式，让获取联合对数自然结果的时间成本得到了断崖式压缩。全景实验数据证实了该架构在性能上的统治力。在采样生成时间上，新方法将传统自回归模型远远甩在后方，提速高达20倍。同时，新方法的密度评估时间始终保持在最低水平。随着上下文长度拉长到1024，新方法的显存占用比全量自回归模型低了整整7倍，有效避免了显存溢出问题。在合成函数的数学验证中，该方法展示了极高的预测精度。面对极具挑战性的高斯过程与不连续的锯齿函数，即便使用缓冲区长度 k 等于16的快速配置，模型依然能完美拟合散点。结果证明，新架构在大幅缩短等待时间的同时，预测质量足以媲美计算成本昂贵的全量计算模型。在处理真实世界的脑电波多维追踪任务时，该架构同样表现出色。面对256个时间点与7个相关通道的复杂数据，纯并行模型表现极差，而全量重计算模型虽然精准，但速度极慢。相比之下，采用局部因果记忆的新方法实现了快且准的平衡。它在时间序列的差值与预测任务中，其表现精准的咬合甚至超越了昂贵的全量自回归模型。在认知科学领域，该架构被用于解密大脑的多感官融合机制。研究者通过贝叶斯模型比较推断大脑如何整合视觉与听觉信号。这类任务涉及复杂的条件概率计算，每一个判断都高度依赖前一步的积累。在传统纯并行模型彻底失效的这种长程依赖场景下，因果缓冲区架构展现出了处理复杂认知判断的独特优势。在边际自然评估任务中，该架构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保真度。实验数据显示，新方法算出的 LML 与耗费海量算力的真实基准实现了阿尔方等于 1.00 的完美重合。这意味着，即使在极端复杂的计算中，提速后的架构依然能保持严谨性。这一满分答卷有力地证明了效率的提升并未牺牲模型的预测质量。因果缓冲区技术还被无缝植入了最新的表格大模型架构。在超过1024万个合成数据集上进行预训练后，该模型在电力、气候及房价预测等多个标杆数据上表现优异。相比传统的独立预测基准线，这种新架构展现出了惊人的零样本泛化能力，为处理多样的现实世界表格数据提供了高效的降维打击。因果缓冲区不仅是特定模型的优化，更是一个通用的即插即用架构层。它可以被接入如 Perceiver 等任意拥有伪标记的瓶颈主干网络中。实验发现，这种模块化引擎不仅赋予了模型急速的自回归能力，还意外增强了其对短期显示历史记忆的处理表现。这一特性证明了其作为通用架构组件的广阔应用前景。多维对比矩阵直观地展示了该架构的最优地位。在预测准度与推理速度的坐标系中，传统模型往往陷入两难，要么极其精准但速度慢，要么极快但无法捕捉依赖。因果缓冲区架构首次打破了这种零和博弈，唯一占据了既快又准的高光区域。这一突破为研究者开辟了全新的最优解域，不再需要在性能与效率之间做残酷抉择。尽管表现卓越，该架构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当缓冲区 K 变得极大时，自注意力的二次项计算成本依然是性能边界。研究团队提出，未来可引入旋转位置编码来进一步破局。此外，针对超长缓冲区可能出现的轻微精度漂移，有望通过结合推测、解码等草稿验证机制，探索自适应推理的新范式。这些探索将为构建更智能的贝叶斯大模型指明方向。因果自回归缓冲区架构成功重塑了生成式推理的边界。它通过缓存静态上下文并因果处理动态目标，赋予了概率模型急速自回归能力。该成果将计算复杂度从大 O (k 乘以(n) 加 k 的平方，彻底降低到了大 O (n) 的平方加 nk 加 k 的平方的低维区间。这一跨越式进步在保留 Transformer 集合处理优势的同时，实现了生成式推理算力的深度解放。